大家好，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我们介绍了透过一个独立的中枢笔记来当做我们的跳转中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经常要使用的常用笔记汇总在一个笔记里面，可以很方便的平常就来直接透过它来做跳转。今天要介绍的呢，一样是建立一个中枢笔记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呢，我们不使用任何的外挂，可以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来达成这一个中枢笔记的一个建立。那最后我们再来讲如何让我们的笔记能够在一个指定的开启模式来开启，这样子省掉了我们按 Ctrl+E 来做预览跟编辑模式的切换的一个时间。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完全不使用外挂的中枢笔记要如何来建立。这个中枢笔记呢，也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档案哦。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个范例哈，我把它叫做 Hot Note 哦，就是热门的笔记，也就是我们的常用笔记。那在这个笔记里面哦，我们先看一下哦，我们基本上哦，就是只要使用我们的内部连接的写法，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这些常用笔记呢，汇总在这个 Hot Notes 这一个笔记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使用二级标题来做一个类别的区分呢。我们常用的笔记呢，有 Obsidian 的笔记，有 AutoHotkey 的笔记，有常用的网页的服务等等哦。那在最上面哦，我们在这边增加了一个快速移动，让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它，就可以直接做常用笔记的这些跳动哦。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预览状况下会看到的样子哦。这就是我们要拿来当做我们跳转用的中枢笔记。那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中枢笔记来能够让它固定在我们的画面上，以方便我们每一次的存取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笔记呢，把它钉选在我们的画面上哦。因此你就从这个更多选项这里去选择这一个钉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网页钉选在我们的面板里面了哦。那但是这个钉选有时候也许会不小心就会被关掉了哦。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哦，就是我们把它给放到我们的侧边栏，像我这个笔记一样哦。那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笔记放到我们的侧边栏呢？把侧边栏拖大一点哦。我们只要按着这个笔记左上角的这个图示，然后就可以把它拖过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左边侧边栏的图示列这里哈、哦。我们要放在图示列这边，然后放开。刚刚这一个 Hot Notes 呢就被我们加到侧边栏里面来了。好，因此我们这边就会有两个常用笔记，两个面板呢就出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了。那这样子，当我们下一次再启动 Obsidian 的时候呢，这一个面板呢一样会存在。因此，我们有需要任何一个常用笔记的时候呢，只要 click 一下，它就会马上开启起来了哈。那因为这个 click 哦，就是我们内部连接的一个开启，因此你如果只点击一个 click 呢，它会把目前的这一个面板呢给取代掉。那你如果要把你的某一个特定的笔记开在新面板呢，那一样哦，就是你只要按着 Control 再 click，它就会再多开一个新的面板起来。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只要我们把经常要用的笔记呢，把它拖拉到侧边栏，这样子它就会可以一直固定在我们的侧边栏，因此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对它做存取的哦。那在这边这个跳转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笔记可能很长，那但是我现在要操作这个 AutoHotkey 的笔记呢，那因此我们就可以 click 它一下，那它就会开启这个网页出来哦。那很可惜的是，它这个跳转的方法哈、哦，没有办法在侧边栏的面板里面直接做跳动，它会自动帮你开启另外一个网页出来。我们再做一遍啊、哦，比如说我要移动到 AutoHotkey 这个笔记，它会直接跳到这个 AutoHotkey 的笔记这里。后面会讲到，就是我怎么样子让我的这个笔记开启在一个特定的模式里面哈、哦。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安装一个外挂哈、哦。这个外挂呢，它会自动帮我们加上这个 Obsidian UI Mode。哦，那有了这一个页幕区的栏位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指定是 Source 或是 Preview。那这样子就会很方便的让我们指定我的这一个页面哦，它要呈现出是预览或者是在编辑状态。这个连接哦，我有放在说明栏里面，那请大家自己去参考。我开启了这个笔记呢，因为我这边的 Obsidian UI Mode 呢是指定成它是 Source，因此它就
刚刚我们直接用 Ctrl O 打开呢，它就直接进入编辑状态。那假如说我现在把它改成 Preview，好，我把它给关闭哈，我们再按 Ctrl O 再找一遍哦，好 Enter，你看它就直接开启在预览状态了哦。那这个完全是透过这个 Obsidian UI Mode 来做操作的哦。那这个外挂它的名称哦叫做 Force View Mode 哦，那你只要去外挂去下载这一个就可以了哦。那另外还有一个 Obsidian Homepage 哦，它可以指定你这么多笔记里面哪一个是你的 Homepage。那这样子你指定好以后，每一次Obsidian 重新启动的时候呢，它都会预先把这个网页给开启起来。那这是今天介绍跟我们开启笔记有关的2个外挂，那请大家来试看看哦。那在这边呢，可以建议大家把这个Obsidian UI Mode 哈加到 Linter，我们上次有介绍 Linter 这一个外挂哈，这样子让它可以每一次自动就帮我们在页膜区里面呢就把这一个栏位给产生出来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的第三方外挂，然后我们找 Linter， 好，然后进入它的选项好，在这边呢你可以把 Obsidian UI Mode 呢，然后它到底你是比较常是开启在 Preview， 还是比较常开启在 Source， 都可以在这边指定。我们按储存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产生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不使用外挂的，可以把某个常用的笔记放在我们侧边栏的一个方法哦，非常简单，但是应该是很实用。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